OK 啊，这期視頻給大家帶來的是由台灣同名恐怖電影《咒》改編的一款國產恐怖遊戲的一個劇情解析。首先呢遊戲是根據電影改編的，那麼遊戲裡面的時間線其實應該是這樣子的啊，6年前呢，這個阿元阿東破壞了那個地道口，詛咒呢外泄，村子就出事兒了。然後呢，這個諾南呢逃離之後呢，又回到了這個陳家村，到佛母前拍攝那個影片啊，為了將朵朵的詛咒呢散播稀釋。此時呢，這個仙童呢應該也就12歲左右吧。然後遊戲裡面是事發幾個月之後，村子裡面呢一團亂啊，這個姑婆呢與威哥呢要安撫這個佛母，但是呢安撫這個佛母呢則需要獻祭啊。姑婆呢選擇用那些仙童，所謂的仙童呢就是他們從外面拐賣來的一些別人家的孩子啊。但是這個威哥呢則誘騙咱們這個女主啊家軍入村獻祭，因為這個威哥啊知道這個家軍呢是這個姑婆偷送出去的女兒啊，當年仙童的預備人選。而咱們女主李家軍呢是一位單親媽媽，與這個女主雅雅呢相依為命啊。雅雅呢在醫院治療時呢不幸失蹤，家軍這些年呢為了找雅雅啊，承受社會人情冷暖啊，左右鄰居的不實謠言。没病，他是個健康的孩子，費盡千辛萬苦啊，始終沒有放棄尋找他的女兒。遊戲中呢我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啊，這封匿名信其實就是威哥寄來的啊，說有一位很像雅雅的女孩。然後咱們女主家軍心中啊又燃起了希望，前往了陳家村。在找他女兒的期間呢發現這個村子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切呢都是為了大黑佛母。而家軍呢當年也差一點被獻祭犧牲了。村子為了供奉這個佛母呢得到幸福啊，從四處誘拐小孩，將他們呢一一化為泥童啊，貢獻給這個佛母。而咱們遊戲中遇到的這個姑婆婆呢，其實則是這個家軍的媽媽。當年把家軍送入陳家村之後呢，就是不想讓這個家軍嘛變成仙童。這張照片上面這個佳佳啊，其實就是咱們這個女主小時候。但是咱們女主角呢，畢竟也是村子裡面的人，可能帶着詛咒，所以呢，她的孩子出現了問題啊，也中了這個詛咒。而咱們所謂的法器呢，其實就是家軍的女兒，一直在找的女兒。遊戲中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法器呢，很像是做成的泥童。但是呢，其實也不是，有可能啊，它並不是真正的泥童，只是這個阿婆婆呢想讓這個家軍啊死心，放棄呢繼續去尋找他的女兒，不要把這個仙童當做自己的女兒的這麼一個隱喻吧啊，所以說一直跟這個咱們家軍說啊，這個法器呢就是他想要的答案。姑婆婆呢讓女主走呢也是為了保護女主啊，想讓她遠離詛咒。因為威哥呢執意想要拿這個仙童做祭品嘛，但是這個姑婆不願意，因此呢這個威哥才把這個女主給騙來啊，當做這個祭品的一個預備軍嘛，逼迫這個姑婆呢做出選擇。但是呢遊戲最後啊，姑婆還是選擇了用仙童來獻祭，但是呢最後一幕呢被咱們女主給制止了，然後咱們女主呢也趁機呢反殺了這個威哥。然後咱們最後在地道的幻覺中呢由於遊戲中一直吸到這個曼陀羅花粉，產生了幻覺，讓這個家軍呢一直把想阻擋其前進的姑婆呢當成了怪物啊，試圖把他的把這個姑婆婆呢給殺了。然後呢最後的彩蛋啊是看到了這個女主最後瘋掉了啊，變成了這個仙童的媽媽。其實這一切呢都是仙童啊向佛母祈求，想要一個媽媽的願望。因為仙童呢從小就被拐到這個邪教的村子裡面啊，可能缺失母愛這樣子。然後呢這個仙童中途呢一直誘導這個家軍啊入教啊，並慢慢讓家軍相信他自己就是他的女兒雅雅。是這樣嗎？特別是遊戲中這一幕啊，仙童呢在誘導咱們家軍呢寫出他的名字，就是說套他的名字，然後呢告訴佛母，這樣的話家軍就能徹底的被這個佛母給詛咒了。最後彩蛋仙童的笑聲呢就說明了一切啊，從小在這個邪教村子長大，內心各方面已經不能算是一個正常的孩子了。這裡要注意的一點就是說，我們玩家其實就是所謂的佛母啊，除最後的一幕轉視角的鏡頭外呢，部分劇情裡面仙童說的話呢看似是對家軍講的，其實呢是對咱們鏡頭外面的玩家說的。比如說啊，我可以叫你媽媽嗎？啊，我們玩家呢其實是扮演佛母啊，看着仙童呢一步步誘導女主
啊，咱們決定這個一個事情的一個走向。哎，等等，你要去哪裡？而威哥呢，因為這個電影事件的緣故呢，全村都嚴重詛咒了，他的女兒也是嘛，所以說咱們發現他女兒是在那個診所裡面，對不對？然後呢，威哥執意想要奉獻給佛母嘛，目的呢是為了消除這個詛咒，讓女兒康復，但是呢來不及了啊，所以女兒後面也死掉了，已經死了。最後呢，威哥呢也是為了讓自己的女兒活下去啊，一直找其他的小孩來獻祭來奉獻，最後呢也是走火入魔了，這都是你自找的。然後遊戲裡面有一個拼圖啊，我直播的時候卡關卡了好久啊，但是我後面研究出來了，只需要5秒。內圈呢，往左轉2下，然後轉外圈。啊，不要那個瞎轉啊，越轉越亂。拿下。那麼以上呢就是該遊戲的一個簡單的劇情介紹吧啊，大家有問題還可以在評論區提出。感謝大家的3年支持啊！我們蛋糕在直播的時候呢也稍微梳理一下，但是不是非常的準確，所以說給大家做一期这个劇情解析。